大家好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美国护士的分类。怎么突然想起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都对于美国护士这个职位呢比较感兴趣，也都在向我了解。那么因为咱们中国和美国之间呢，对于护士这个工作的范畴啊、工作的分类啊，其实差异还是非常的大啊。比如说咱们中国的护士好像基本上只有一种，都是2N就是注册护士。那么当然2N你可以有不同的分工，有的护士在门诊工作，有的护士在病房工作，有的护士在手术室工作，是吧？那么但是美国呢，它对于这种注册护士其实只是它护士其中的一类啊，它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分类。我们后边呢就会跟大家逐一的介绍。总体来讲呢，差异确实比较大啊，大家呢可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这个多级共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啊，下边这些名词，比如说有 CNA 啊，有 LVN 啊，包括有2N 啊，还有一些像 MSN、DNP。那么这些其实都是美国护理工作它不同的项目，当然培养出来的这种护士的级别也不一样。比如说咱们最简单的第一个 CNA， 它的工作级别相对来讲是属于初级的CNA 所培训的周期也比较短一般可能几个星期就可以了。而且呢，他的工作呢会比较基础一些，比如说对病人的这种日常生活的照顾这个应该是他主要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像洗脸呀、刷牙呀，这个帮助病人穿衣服啊，帮助病人走路啊，都是一些比较基础方面的生活护理内容为主。那么第二个级别呢，就到了 LVN 或者叫 LPN 它不同的州呢称呼不太一样。这个级别呢是属于第二级LVN 或者 LPN 呢，它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咱们比如说常见的就是像发药给病人发药，这种发药呢一般都是口服药为主。那么包括像打针也可以咱们说打针主要是指的肌肉注射、皮下注射这些，但如果你要涉及到静脉注射或者像输液这一种，LVN 理论上是不应该具有这个资格的那么就需要再高一级的，就是 2N 来进行。当然有特殊情况，就是说你 LVN 呢已经进行了相关专业的培训，获得了这些证书比如说你有这种静脉抽血证书，有这种静脉输液的证书你可以执行操作。但是呢，这个不是普遍现象。那么第三个级别呢，就是 2N其实 2N 呢是目前应该说美国还是最主要的一个护士群体。那么需求量呢，从各个工作网站上看，其实 LVN 和 2N 的需求量是最大，我感觉那么你像 2N 它主要的工作呢，咱们说和 LVN 的区别其中之一最主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它可以进行静脉输液静脉给药，这个是 2N 和 LVN 在操作范围上一个很大的不同当然它还有更高级别的监督 LVN 的工作对于病人进行一些评估这些工作这个还是 2N 的工作范畴。那么 2N 呢，它其实又分为两个级别，那么第一个叫做 ADN 第二个叫做 BSN。 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呢是后者 BSN 呢有学士学位这是有学位的。 ADN 呢它没有这种学士学位但是工作可以进行的内容基本没有区别报酬也基本区别不大。那么最后两个咱们可以一起讲，它都属于研究生级别了。那么第一个是 MSN， 有的时候也叫 NP， 这就是相当于硕士研究生第二个 DNP 呢，相当于博士研究生当然这两个其实呢，像 MSN 呢，它在临床的工作范畴和深度上呢，比 2N 又进了一层也就是说更加专业化、更加细化。你比如说像手术室某些工作像麻醉的护士，大家可能听说过那收入相当高，麻醉护士。那么还有像一些产科的一些护士这些都是非常专业化的。那么可能他有 MSN 的这个执照以后呢，
他就可以在这个专业上进行比较大的这个工作这种展示他的这种工作的能力了。那么还有，其实像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叫做 NP 呢，NP 呢，其实它可以认为是在某种程度上像家庭医生的这个方向其实很接近了。那么他在医生的指导下或者在某些州呢是不需要有医生同时来进行这种诊疗工作，自己独立就可以开展某些诊疗工作了这个一般是家庭医生这个方向。那么最后这个 DNP 呢，它就更倾向于研究方向，某些学术研究，某些领域这个咱们就不过多的去探讨了。那么这张表呢，是我从一个网站上看到的，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他就把这不同的几个级别的护士呢，他们的受教育的时间，也就是说你需要上学上多长时间学的时间，还有你这个工作以后你的大概的薪酬这个给列了一下。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个 CNA 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国内的护工这个级别的这个护士呢，培训时间比较短4到12个星期。那么它的按小时计算的工资呢，现在基本在$20多每小时那么当然有不同州之间的区别，有你经验的这个丰富和不丰富之间的区别那么再像这个第二个 LPN 或者叫 LVN 呢，基本上现在在加州呢，基本上应该是30到35之间吧，每小时一般是根据你的工作经验来定的当然这些呢只是一个参考那么2N 包括像 MSN 和 DNP 他们的工资肯定会越来越高这个不用有什么疑问的。那么2N 呢，它其实是目前在医院系统里最广泛的一个群体了那么它的工资呢，也是在美国国内应该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这个职业来讲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就是2025年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统计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像 CNA、LVN、ADN、2N 这个包括往后这个每年的平均收入是持续的呈这种上升趋势，所以呢大家这个也是很正常也很合理。那么你接受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时间长一些，然后你取得的这种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更加深入所以你的工资也相应的会要高一些。那么最后呢，和大家简单讲一下就是如果你准备在加州当然在其他州也应该是比较接近的就是你如果想参加这个 LVN 或者是2N 它的培训的项目的话你需要符合哪些基本的条件第一个呢，你至少要有一个高中毕业或者同等学历这个我觉得对于咱们大多数感兴趣的同学朋友来讲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高中毕业呢，你可以是美国本地的高中毕业也可以是比如说中国的高中毕业，你只要有证书获得了认证都可以。那么像入学考试呢还是要参加的。那么这个考试呢，我们说目前大多数学校是要用这个叫 TIS 考试那么这个考试并不是很难，它主要考察了大家4个方面的内容包括阅读数学科学和英语。那么科学其实可以理解为咱们学过的一些物理和化学那么它其实这边我个人感觉呢，作为咱们如果是从中国来的朋友来讲对于阅读和英语这2方面可能分数会低一些但是数学和科学成绩应该不会太差应该都是比较好的。另外呢 TIS 它不是只有一次机会你是可以重复去考，但你不要太近是吧？今天觉得没考好下礼拜就马上再考一个，这有点太频繁了那么你还是需要一个充分的准备。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大家呢事先可以还是上网上或者去图书馆或者怎么样找一些朋友找一些资料看一看。那么这样呢，其实通过 TIS 考试不是个什么太大的问题。
最后呢，它还有一些像健康调查呀、背景调查呀这些我觉得，这也是对于这种职业门槛的一个限制大家也基本都没有任何问题这方面。最后呢，就是说英语这个事儿，希望大家是不要被自己说好像不是本土这个长大的，或者说咱们的基础不是太好，英语不是太好，把这当成一个特别大的障碍因为我身边就有见过这样的朋友英语并不是说很好，但是一边学这个护理一边学英语逐渐的去克服这个困难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所以呢，不要被自己说不是说英语母语长大的或者怎么样，这个作为一个特别大的困难不用很紧张，大家都没问题的。好，那今天呢就简单的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咱们也可以留言，后边呢咱们有一些相关的内容也会继续推出。好，谢谢各位，再见。